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胸口一阵闷，脑中一个念头闪过，瞬间你就相信了他。他一定讨厌我，我一定会失败，这件事一定没救了。那一刻，你没有怀疑，你只是全盘接受。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相信一个猜测，而不是一个事实。大脑的速度太快了，快到你来不及分辨这个念头究竟是真的还是只是一个反应。但如果那个让你痛苦的念头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呢？如果你愿意在情绪最浓烈的那一秒按下一个小小的暂停键，会发生时模式。这篇文字就是想陪你一起按下那个暂停键。你相信的未必是真相。大脑有一个坏习惯，遇到空白，它会自动补上一个故事。朋友已读不回，大脑补上他在生我的气。主管开会没效，大脑补上我一定做错了什么。股票跌了2天，大脑补上熊市要来了。伴侣今天话比较少，大脑补上他是不是不爱我了。孩子考试考差，大脑补上我是不是一个失败的父母。你看，大脑从来不喜欢我不知道这个答案，他宁愿编一个故事，也不愿意留下一个空白。因为空白让大脑感到不安全，故事哪怕是负面的，至少给了他一个可以掌握的错觉。但事实是什么？朋友可能只是在忙，主管可能只是昨晚没睡好，股票可能只是正常波动，伴侣可能只是今天特别累，孩子可能只是那天没睡好，状态不佳。你以为自己在看见事实，其实你只是在相信猜测。而且更麻烦的是，一旦你相信了这个猜测，你就会开始找证据去证明这个猜测是对的。你会回想他过去哪一次也很冷淡，你会放大主管今天皱眉的那 0.5 秒，你会把所有巧合串成一个正是你痛苦的故事。这就是为什么痛苦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。不是因为事情真的那么糟，而是因为你的大脑正在拼命证明我是对的。而这就是痛苦的起点。念头生气不代表它是真的，念头不会敲门，它直接闯进来，还冒充成真相。我不够好，别人一定看不起我，这次一定会搞砸，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，没有人真正理解我。这些声音很大声，却不代表他们是对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念头往往在你最脆弱的时候声音特别大，深夜睡不着的时候他们特别爱出现，刚被拒绝刚被批评的时候他们特别容易被相信。但音量大小从来不等于真实程度。念头就像天空中的云，会来也会走。有些云轻柔飘过，你几乎不会注意；有些云乌黑厚重，仿佛要下一场暴雨。但无论云层多厚，天空本身从未真正被改变。你不需要相信每一朵云，你只需要看着它经过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做起来却需要练习。因为多数时候我们不是看着念头，我们是变成了念头。
当我不够好这个念头升起，我们不是观察它，我们是活成了它。说话变小声，眼神变闪躲，整个人缩成一团。但当你能对自己说，我看见一个念头正在经过，而不是这就是事实，那一刻，你就从念头的囚犯变成了念头的观众。观众和囚犯的差别是什么？囚徒没有选择，只能被关在里面。观众可以起身，可以离开，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看下去。这个转变不需要你变得更坚强，只需要你多看一眼。哦，这只是一个念头。痛苦往往来自应该，真正折磨人的很少是事情本身，而是心里那句事情本来不应该这样。伴侣应该更体贴，工作应该更顺利，人生应该更公平，孩子应该更听话，努力应该有回报，善良应该被善待。每一个应该都是一条绳子，当现实不如预期，绳子就勒得更紧。想象一个画面，今天下雨了。对一个正在户外办婚礼的人来说，这场雨是一场灾难。对一个等了3个月的农夫来说，这场雨是一份恩赐。雨是同一场雨，差别只在于心里有没有一句不应该下雨。我们每天都在跟现实吵架，吵谁对谁错，吵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。但现实从来不听你的应该，它不会因为你坚持不应该就变回你想要的样子。你唯一能改变的不是已经发生的事，而是你接下来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。当你放下应该，只是说一句这就是此刻的现实，你会发现你不是变弱了，你只是松开了那条绳子。绳子松开的那一刻，你会突然有一种轻盈感，不是事情变好了，而是你不再花力气跟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对抗。那些原本用来抵抗现实的力气，终于可以拿来做点真正有用的事。你可以问自己一句话，下次痛苦升起时，别急着相信它。试着问自己，这个念头是事实，还是我脑补的故事？这份痛苦有多少来自事情本身，又有多少来自我对它的抗拒？如果我可能错了呢？这3个问题不需要立刻找到答案，光是问出口这个动作就已经创造了一个缝隙，在念头与反应之间多了1秒钟的距离。而这1秒钟往往就是情绪风暴和心平气和之间的距离。这句话不是否定自己，它不代表你很笨，不代表你判断力不好，不代表你什么都不能相信。它只是提醒你，先别急着把猜测当成事实。它是一道门，让你从绝对相信走向保留怀疑。而保留怀疑，恰恰是一个人最成熟的能力之一。放下不是认输，很多人以为怀疑自己的念头就是软弱，其实相反，真正的力量不是抓紧我一定是对的，而是愿意松手，承认我可能错了。当你不再急着捍卫立场，你反而听见更多，看见更多，也更靠近真相一点。想象一场争执，2个人各执一词，谁也不肯退让，因为谁都觉得退让就等于输了。但如果有一方愿意先说
我可能错了。争执的温度往往会在那一刻瞬间下降，不是因为谁输谁赢，而是因为终于有人愿意把门打开一条缝。痛苦不会因为你否认它而消失，你越是说我没事，它反而越容易在深夜找上你。但痛苦会因为你看穿那个念头而慢慢松开，不是消失，是松开，就像握紧的拳头慢慢张开手掌。不是每一个痛苦的念头都值得你全心相信，它可能只是大脑编出来的一个故事，它可能只是一朵路过的云，它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你不需要跟每一个念头辩论，你只需要学会多问一句：真的是这样吗？下一次，当那个熟悉的痛苦念头升起，试着停1秒，轻轻问自己：我可能错了吗？也许这1秒的怀疑，就是你重新找回平静的开始。而平静从来不是世界变得完美，而是即使世界依旧不完美，你的心依然可以不那么用力地活着。